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呢，川普突然间在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呢，他开始悄悄的对其他的国家实施了关税上面的豁免。那在这一场关税战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实际的统计，美企已经惨亏了1.2兆美元。最高法院恐怕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案判的是违宪，白宫会不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呢？今天一起来解密。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是刚刚提到的川普，难道这一次是撑不住了吗？本来针对其他国家全面加税，现在悄悄的做了紧急的豁免，是不是美国自己的产品发现他们真的是生不出来了，供应链被卡死了，这一场关税战最后还是打到美国的自己身上吗？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确实美企的损失已经高达累积1.2兆美元了，民众怒火难消，还说呢，现在通膨啊比美国关门还要对他们来说是更痛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的民调是崩盘的，美国的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川普的关税战到底有没有保住美国，还是只是在掏空美国呢？第三个问题，确实现在最高的法院已经开审，11月份来开审川普是否在关税战有违宪。川普说了，他说要亲上火线，自己亲赴这个法院去听他们的判决。如果他真的去，那就是史上第一位美国的总统亲自到法院哦。专业机构也评估了，这个川普败诉的机会高达了80%。如果最后川普被判违宪的话，整场关税战恐怕就是全面的崩盘了。白宫要面临危机吗？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态度啊，川普180度的大转弯了。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对原先达成关税的国家部分的产业，它开始给予了关税上面的豁免，悄悄的实行，达到了数十项哦，包括在过去几周下令豁免的产品达到数十项产品，还有数百项的商品，接下来恐怕都会免除在关税的清单当中。几个比较关键的商品包括了这些含镍、黄金等的金属，到农产品，甚至是飞机零件、学名药等等，是美国自己产不出来、制造不出来了吗？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关税战，可不可以解读是川普真的撑不住了？从全面加税到紧急豁免，难道是美国自己生不出来？关税战打到美国自己了吗？委员怎么看？从川普第一次在打关税战的时候，我在你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川普这个关税战啊，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你看我一语成谶了，因为他的关税战完全违背了所有经济学的原理。那人家拿诺贝尔奖是拿假的，是不是啊？人家告诉你说，关税战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财政目的，它没有办法达成经济目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伟大的川普先生啊，他就觉得要效法南北战争之前那一套的战法，就是说我把关税战拉得高高的，那海外的企业就会回流。他忘了一件事情，现在的产业比以前产业更复杂，每一个企业都建立在一个很复杂的上下游供应链的中间，没有人能够例外，包括台积电都没有办法例外。这个是一家公司，那如果是一个产业，那当然更复杂。对，而且一个产业里面不是每一家公司的上下游供应链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川普可能以为他在盖房子、买房子那么简单。现代的制造业跟甚至于服务业，它的复杂度都是用一种生态性的概念来看问题。那如果你美国现在的使得企业回流的、制造业回流的这种生态链，在短期间，不要讲短期间，就是川普任内，你根本不可能回流，而且回流产生不了经济上的效果。结果你很开心，关税课了很多，就等于是课到自己人的钱。那你课到自己的钱，就变成财政政策是收缩的，你变成财政收缩，很多人就拿不到订单。那延伸出去的时候，被课关税的人的企业，它的惨况更严重啊！而且美国的现在的企业的产业啊，如果没有 AI 的话，它的经济成长率等于0。
你再克下去的话，那当然等于负。所以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AI 产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科技产业啊。那如果你不在 AI 产业、科技产业，那个占整个美国的就业人口不到1/10啊，你等于把9%的人曝晒在高度失业的风险当中。是，那这个要投资人，你敢投资吗？啊，除非你去投资 AI 啊，你又没那么多钱。AI 是很大资本的一个投资而且好坏难料啊。那第二个，你其他产业没有人敢投资，你说沃尔玛敢投资了吗？不敢了。Amazon 敢投资吗？也不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缩手，消费萎缩。为什么？联邦政府都关门了，我如果做联邦政府的生意的，我敢去扩大我的消费吗？都不敢。所以消费萎缩，然后这个投资萎缩，然后物价上涨，因为课了关税以后，现在还靠美国在1月份到3月份的存货或者5月份的存货在撑场面。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再跟中国大陆11月份开始打关税战，那还得了啊？对。所以川普也意识到这个意思，你要把企业回流，你要去鼓励外商，像中国大家鼓励奖励啊、投资啊，但不是他觉得我关税可以用像百灵药一样。就现在呢，学名药也没有了，飞机零组件、汽车零组件呢也没有，农产品呢都出了问题了。那川普先生，你的支持度怎么会高呢？不可能的嘛。还有企业很多的赔钱，我觉得1.2兆应该还是低估了啦。所以川普的关税不是保美国更伟大，也不是掏空美国，因为他掏空的钱放在联邦政府里面了，应该是关税怎么样搞垮美国。好，这场关税战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倒闭，有财政收缩，民众的消费也在暴减当中，而且投资上面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具体的数字，我们来看到有支撑这一些论点包括刚刚委员帮我们看到，今年损失恐怕这个金额恐怕是超过1.2兆美元的。其中呢，最新统计是来自于标普，他说2/3最终都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做买单，而且呢，他们还持续的分析说，今年还不会是最惨的，一直到明年2026年将会是美国企业承受关税附加成本最高峰的一年了。那最新的民调确实已经重击了川普，55%的民众他们完全不赞同川普的关税政策，他的民调已经创下2任来现在目前为止是最低的一次记录了。关键是46%的人仍然认为说美国接下来经济只会更糟而已，甚至超过1/4的美国人担心自己会在1年内就完全的失业。现在不管是来自于企业、来自民众的压力，这一些最新的民调能不能逼得川普低头呢？尤其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期中选举，请问吕院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就以现在的时间点，那个美国自己的企业它就已经损失了1.2兆，其实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也就是他，原来他认为这个关税其实都是进口方负责，但是其实真正负责的是这一些美国国内的厂商，那也就慢慢的这些厂商都会透过价格的调整，让费用由消费者来承担那如果我们看CNBC 的最新的民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民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关于川普总统的这一个支持度的话，他从赞成他的44%，反对他的52%。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经济支持率来讲的话，赞成他的42%，反对他的55%。所以也就是了解经济真正作用的不是房地产，因为川普一直对于经济的想象就是他经营这么多年的房地产。那大家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是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对于他，川普上来执政，那他对各项的部分呢，除了对于南方的这有关于这个移民的部分，那是正面的，但是这个正面的相对于今年的8月以及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降低的。那如果说我们对比看，尤其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也就是通货膨胀以及生活开支的问题。如果对应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大家非常清楚现在这个状况，我们还不讲说有关于未来的法律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预期心理，
这一个有关于股票或者是有关于这个经济前景，如果出现了这一个预期心理的话，只会更坏。是好，确实哦，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判决。其实这个判决关税战是否有违宪这件事情，违法这件事情，其实呢是在11月5号就会正式的来做开审了。那现在呢，最高法院现在恐怕是有可能判川普是违宪的，这是来自于摩根大通的最新报道。他认为这个报告是达到80%，川普恐怕会败诉。那川普也说了，他会亲自的到法院去来听审哦。那如果他真的去了，就是美国史上的第一位现任总统去的。他强调这是基于捍卫美国就业和嚇阻海外战事的一个理由。而且川普还说，如果他人拿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不准使用的话，我们将会毫无招架之力，那将是未来美国的灾难。川普能够亲上火线来去逆转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吗？如果真的败诉了，接下来这个川普政府能够承担所要承担的后果吗？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川普在4月初就开始对全世界185个国家进行全球对等关税，然后呢，他跟几个主要的盟邦国家日本、韩国、欧盟都谈定了这个关税，最低15%，在这个之前只有2.5%，但不止如此，他还要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同时对美国大幅的投资，韩国3500，日本5500，欧盟6000。那现在问题是台湾是多少？完全不知道，只不过是我们了解20%的关税，而且还要叠加。那所以呢，在加拿大、墨西哥更是受创。那对中国大陆，那真的是才是真正的核心。可是过程当中啊，只有中国大陆敢跟美国去就是对等的反制。那大概从一开始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些民主党跟一些法界的人士就开始在诉求。就是用法律来处理它，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只有用司法的力量才能够阻止川普把这个对等关税搞到就是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崩坏。那前面2次也取得了成效。首先是在纽约的叫国际贸易法院他就判决川普这个败诉。为什么呢？2个因素。第一个，其实最主要就是宪法里面美国的宪法第1条的第8项讲得很清楚。关税是属于国会的专有权利，他列举了国会的很多项的这个权利，甚至宣战关税这个 tariff 这个英文字，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宪法里面。那再加上他认为，其实总统有别的工具可以使用，而不是用这种全面性的，也就是总统行政权所提高的关税是有别的，像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1974年的另外一个法律，但是呢，针对单一项目，比如说别的国家跟你在贸易上不公平的时候，你可能制裁回敬的这些作为，而且时效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因此他们认为违宪。那到了上诉法院，上诉法院维持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个判决，认为宪法规定专属于国会。现在进入到最高法院了，11月5号要开审。川普说我亲自要上去，那为什么他亲自上去呢？因为他知道依法而论其实对他不利。可是这个9位大法官里面他自己提了几名，总共加起来共和党有6名。那如果他人就在那边的话呢，你这个大法官看了我，你怎么判决？这当然不是马上判决，他们会这个在他们的 chamber 里面会去做讨论那同时，他也要提醒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牵扯到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国事务的关系，因为它已经牵扯很广泛。如果你一下判他这个违宪的话，他接下来美国就受了经济的影响或冲击会不会更大？因为他就提醒到这个东西。那不过我再加一点在这个问题里面，6-3，虽然6位是共和党的提名的大法官比较倾向态度保守，但你要知道，态度保守的法官通常是支持自由贸易。那所以就他个人而言，他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就法而言，他觉得这应该是违宪。可是就行政权而言，就川普在场而言，这个难讲。所以我觉得可能有3种情况：第一个判违宪，第二个不违宪，第3个呢就觉得这个是国会的专有权利，你要取得国会的法案的授权，可能要给他一定的时效来处理。好，谢谢是。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
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节我们持续来关心是美国的民主现在正在崩溃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在这个周末发生了这个大游行哦，全美爆发的是2700场的示威，700万人走上街头怒吼，怎么回事？赶快来看今天的火线话题3点，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他们怒吼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国王，这国王指的大概就是川普了。美国街头爆发了2700场的示威，这个人数达到了700万人，从纽约一直到大城市洛杉矶，全民怒吼川普啊！你现在简直就是皇帝！民意反扑正式的在美国全面爆发了吗？第二件事情，看到了这个来自于700万人的示威活动，川普是立刻晒出并且分享了一段 AI 影片，他戴上王冠，驾驶战机丢粪弹，以数位暴力来回呛这些民众。美式的民主怎么回事呢？第三件事情是最高法院会不会也跟着沦陷呢？因为共和党现在决定要动员军队了，州长都在做备战，这边指的就是在共和党的部分。那国民兵也在待命了，但是问题是最高法院大部分是比较挺川普的哦。美国的民主最后防线是否已经被合法化的独裁给攻陷了？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确实，现在全美超过2700个城市爆发的这场运动叫做 No Kings 无王运动，示威潮不断的蔓延，将近700万人走上街头的一个超大规模示威的游行，民众呢甚至手举的就是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合成画面，讽刺说川普你跟金正恩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们不都是独裁者吗？最新的一段影片是在社群媒体上，川普的分享一段 AI 的生成影片，他头戴这个皇冠，并且呢他是这个坐在战斗机上面，向不要国王的这700万的抗议群众投掷粪弹。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好，没有想到是类似这样子的影片，川普竟然是直接拿来做分享，好像是在回应这一些抗议民众的声音一样。另外一方面，共和党的这些大本营，不管是德州、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的州长们，也直接下令了，国民兵准备好了，我们随时要强势的来出动，维持社会秩序。川普正在把军事化用在镇压反对者的声音吗？那这样的独裁行为，美国社会还能够容忍多久？美国还有民主吗？委员怎么看？这样的抗议规模大概只有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1970年代的反越战的运动里面才看得到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而这个抗议里面的核心是累计而成的。第一个，他们抗议川普这个强力的取缔非法移民，所以跟非法移民的家庭啦、社区啦、团体啦产生激烈的对抗。第二个，他强力的取缔反对以色列的团体，那也跟一些号召要支持加萨走廊可怜的这些这个受难者的一些民众起了强烈的对立啊。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他这个用关税的问题打压了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当然现在生活上非常的困顿，这个宣泄的对象当然是川普了哈，所以他打压的对象不只是原来的民主党的支持者，而是相当的广泛。那抗议会一波接一波，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川普他不想让，也绝不让，所以两方面就变成说你独裁、你违反民主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机制还是相当的强健，然后你川普胡搞瞎搞，他最后还是要服膺最高法院以及国会的决议。那现在国会里面当然共和党占大多数，可是明年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是民主机制在制衡他，所以他也会担心，希望明年共和党能够选好一点，所以马上他去见习近平，要跟习近平恳托放他一条生路，要不然大多卖不去。他的农业州翻盘以后，我看他明年就结束了。为什么？
如果说让民主党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只要有一院占了优势了以后，他的法案都通通推不动嘛，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不过他像小孩子，你堂堂一个大总统，竟然还做影片，然后就是什么丢这些抗议者的这粪便，是那么幼稚，实在是，哎呀，我实在是这个美国被他搞得实在是脸上无光啊！我从来没看过美国总统因为有人抗议他就做个 AI 影片干嘛？当然那个年头也没有 AI， 可是人家也都很幽默的去应付啊。比如以前小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他很严格的推行新政啊，社会保险，很多共和党的保守派就很讨厌他。那他就讲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共和党老先生每天去报摊看一下，不买报纸就走了。报摊老板问他说。”你看这个怎么都不买报纸啊？他说我要看那个人死了没有，那个人死了一定会登头条。你看多幽默，这个人家厉害就在这里，就他不但没有幽默感，还那么孩子气哦。哎呀，实在是个性使然呐。好，这一场关税战，还有这个美国现在的各种的示威抗议，现在在全美不断的蔓延，而且这样子的抗议示威还在持续的扩大当中。CNN 民调也最新做了一个有关于川普的民调，不支持度已经高达了55%了，是2任他当总统以来最低的一次。半数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行动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糟，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就算是铁粉，现在也表达了对川普非常的不满。明年的期中选举就要到了，他会不会愿意因为民意的关系收手呢？院长怎么看？其实现在整个共和党都在一个末世狂欢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啊，那但是呢，他的共和党籍的这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啊，他也是讲说这一个集会啊是仇恨美国的集会，都是亲哈马斯跟极端反法西斯的这一个立场的人啊。那刚刚我们讲到说没有一个总统这么没品啊，搞出这样的这个影片啊，他还讲了一句更垃圾的话。他讲什么？他讲说所谓的这一个No Kings 的这一个抗议活动几乎彻底的失败，没有人参加。对，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人家就帮他把所有美国各大城市的这一个集会的图从东岸到西岸，从北到南全部贴出来，直接来呛他，然后告诉他这是 No Kings 2.0。对，那既然有2.0，那一定有1.0嘛。那1.0是什么时候？也就是在今年的6月，已经一次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在今年的7月4号的时候，也有一个 Free America， 也是这种抗议啊。对，所以其实川普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而且现在正在慢慢凝聚这个民众对于他的反对啊。那当然，我们讲到 No Kings 是这样，不过我们注意到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图片，它形容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强调的也就是 No Kings in America， 而且是从1776年就开始了。这件事到底在讲什么？这件事其实讲的也就是1776年的7月4号，也就是第2届的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就是再也没有这个国王了。但是你现在川普的种种作为，就像是个国王。那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人民其实是很担心的。我们就看这个有关于美国未来的这一个经济预测的话，我们看到有关于黄色的部分是表示悲观的，蓝色的是表示乐观的。我们看到从他开始就任以来一路的就是悲观都是不断的往上爬。那另外呢，我们在讲到说这一次有关于这个中央政府无法发放薪资这件事，到底是谁负责？那我们看到大家都认为是川普跟共和党负责，反而是民主党他只有37%的人认为是有责任的。但是美国的人民是很有警觉心的，也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未来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于黄色的部分呢是现在的状况，那蓝色的部分呢是今年8月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未来就业的前景也是悲观的。所以在这种种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的工作是悲观，那 American Dream 就不存在，也就是明年的选举对于川普而言只会更悲观。好，所以明年的期中选举到时候持续来做关系。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到民调整体来说，还有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来说，对于川普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但是此刻他并没有收手，而且呢，我们要看到他用这个司法来发布他的追杀令，好几位大咖现在都被他追杀。来看到的是他接连起诉的人，包括了前 FBI 局长科米、前检察长詹乐霞、前国安顾问波顿，他还威胁要调查特别检察官跟民主党的参议员等人，而且详列了一份叫做政敌清除名单正在形成当中。另外一方面，最高法院似乎是不是也成为现在川普的一个独裁护法了呢？原因是因为现在芝加哥他已经婉拒川普派国民兵进驻到当地，结果川普是立刻的上诉到最高法院。现在看起来做一个统计说，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比例大概是以6-3，也就是说，川普现在看起来都是优势的。接下来最高法院也可能成为川普独裁的工具吗？川普对政敌发起的这个司法上面的追杀，美国还是民主国家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川普对法律、司法还有法官呢？基本上3个态度，他无视法律，他利用司法，他攻击法官。他无视法律是不只是在这些司法案件，他在整个执政上面，反移民的工作上面，对外国的关税或者是军事集结要准备攻打放话，甚至要颠覆，所以他不只是无视美国的国内法律，他无视国际法，他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州，还记得吗？他说格陵兰要回归收回变美国的等等之类这些做法。然后呢，他要这些国家要预付你们要投资的，这完全都不符合国际贸易跟金融相关的法律。那当然，在美国国内更是如此。他派军队要进入到芝加哥、波特兰，要进入到这些民主党掌控的，要去改变那边的政治生态。不管用任何的理由，他无视法律。那他利用司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用了好多个案例，所谓的追杀名单、起诉名单。对，从他过去背叛他的人，到现在反对他的人，尤其是他的政敌。哪一个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没有一些瑕疵或缺陷，他就把它放大，然后用他的媒体、用他的言论、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然后用他的 AI 影片。那然后呢，就把它放大，然后变成不只是法律的伤害，媒体的伤害、人格的伤害。那如果不配合的法官，他的攻击。所以这3个层面。因此，当我们经常讲民主政治的时候，很重要。法治的英文叫什么？叫 rule of law。那 rule by law 呢，就是现在川普的，也就是说，法律变成统治工具。那你现在看这个过去历史上你。将来如果5年或10年之后，你回来看川普这段时间会不会就是一个霸权国家可能走向衰退的一个征兆，或者是转捩点？因为不要忘记这才他的第1年我们还有3/4他3年以上的时间要跟他相处而且不要忘记，他虽然没有连任的这种可能性，可是呢，那就表示什么？他在这个接下来这3年多会为所欲为，同时他一定会极度的去确保接续他的人会是共和党，那否则他可能自己被起诉了，对，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如果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那就更进一步的藐视法律、无视法律、利用司法攻击法官。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民主政治真的已经慢慢的离这个所谓的法治 rule of law 渐行渐远。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
好，观众朋友，这一节持续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这一回，川普变脸了，他改挺普丁。白宫在这边跟泽伦斯基做会谈，竟然是火爆失控哦。川普不断的骂脏话。等一下来关心说，泽伦斯基跟他要了战斧巡弋飞弹，突然间被遭到拒绝了，并且川普逼他要吞下这个顿巴斯给俄罗斯。乌克兰的防线是否已经全部裂开了？开出了致命的缺口呢？今天会来一次的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10月17号这一天，2度的川普跟泽伦斯基又再次的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地点就在白宫会面的时候，原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泽伦斯基开口跟川普争取要拿到巡弋飞弹，遭到拒绝。结果川普是反过来要泽伦斯基说：“你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终战条件吧，并且不断的爆出口要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给俄罗斯，甚至是采取普丁的论点哦。川普说，俄军进攻是场特别行动，而不可以叫他做战争。这一点是让这个泽伦斯基非常的愤怒哦。但是问题是，川普日前才对俄罗斯摆出一个强硬的态度，说要可能会提供战斧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180度大转弯？大家在看说，会不会普丁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提供给川普，让他转向了呢？委员怎么解读？其实不能完全怪川普转向。你想想看，几年前，哇，好多国家的国会都邀请泽伦斯基演讲啊，还起立鼓掌啊，英雄式的欢迎。现在还有吗？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集会，一定要找泽伦斯基来视讯演讲或者到场演讲，那个热烈情况大家还记得吗？那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害怕。就是说来就是要钱，来就要武器，然后你又打不赢要造成乌克兰死伤，甚至于那个米尔斯海默教授都还公开讲 Ukraine finished， 什么意思？乌克兰结束了。那你现在还在扯说，哎，你能够打多久？不，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跟他的争执，川普的立场就是说，既然打不赢，就结束吧，停战，还有一个生活的空间。那泽伦斯基他觉得，我寸土不让啊，我是乌克兰英雄，我们继续打下去。那那个川普当然很生气，你有什么本钱打下去啊？你跟我要战斧飞弹，你就打得出来吗？当然，这是我的设计对白啊。本来这个川普还吹牛说，哎呀，我跟普丁讲啊，你难道不停战，要我送几千颗这个战斧导弹给乌克兰吗？以下是我设计对白，我说搞不好这个普丁就轻轻松松讲说，你送几千颗战斧导弹去给乌克兰，我会送10几颗核导弹给乌克兰，看谁输谁赢。我看着这一场战争根本没得打了嘛。我从第一天我就说这个乱打一通，那不可能打这样赢这样战争。那你现在他跟他要战斧导弹，跟他要援助，连川普的立场说战斧导弹要拿钱来买，谁买？欧盟买，北约买，我美国反正我不买，随你便哈。那泽伦斯基说欧盟要给钱，你要给我。然后泽伦斯基说，川普说你也打不赢，你干脆停战，停战条件就照普丁的要求吧，因为普丁现在已经打过了那个打超出去原来的那个扎波罗热的很多地块了嘛。那扎波罗热是横跨了第聂伯河嘛，那你打过去了，那说好，那一片就还给你乌克兰，以这个第聂伯河为界。对，那为界的话，你就要退出去嘛，你那个顿内茨克、顿巴斯就要退出去嘛。对。其实这个也是未来会形成的局面，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现在只是要不要打而已哈。那这个当然有人讲说，顿巴斯对乌克兰多重要，一定要防守，算了，拜拜了，已经不可能了。好，那这个什么去炒那个所谓特别行动或者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分清楚点还有什么意义吗？你如果说战争是讲全面战争，也没有错。目前这个普丁并没有要占领整个乌克兰的计划，所以他不算是全面战争。那轰炸的也差不多啦，那你所谓特别军事行动，那是普丁的说法嘛？但是我知道普丁很成功的去一通电话就把川普摆平。哎呀，我们在那个白令海峡盖一个川普普丁隧道啊，你看听了多舒服啊！对，可以名垂万年，然后。这个反正你也打不赢了，我们就此收手吧。那川普当然会希望川普没有笨到去打一个不会赢的战争嘛，不像那个拜登以前的国防部长说，我们打了战争以后，
这个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大乱，那普丁就会下台。不是啊，俄罗斯越打越强啊，那你欧洲越打越弱啊。那美国根本就是想要逃之夭夭。美国而且是川普的心情，那是拜登的事，不干我的事啊。这也没错啦哈。美国在拜登这个决定支持乌克兰打仗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错特错。但是问题，泽连斯基你自己是个小笨蛋啊，你自己把头凑上去干什么？好，有关于这一场中战有没有办法形成这个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就是说要让乌克兰割让顿巴斯。那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会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不过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呢，川普持续的在撕破脸之下，他会不会就此切断所有对于乌克兰的援助？那美欧原本讲好的同盟关系，现在怎么办呢？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美国、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都已经差不多见底了。那同时也已经造成他们自己本身社会经济，尤其是欧洲能源价格的高涨，那大家都在赔得下去。那接下来以这个战争的目前的情况，如果恶化的话，说不定会对欧洲国家的安全甚至都造成威胁。因此，美国要思考的不只是说，他可能适可而止，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那同时，乌克兰再打下去，是不是会失去更多的土地，死亡更多的人，那就更难解决收拾。那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稳定，美国因此跟欧洲的这种连结关系就会受到挑战。所以是多层面，不要只是看川普，他好像跟泽伦斯基在吵架，他吵架的背后有很多的战略的意涵，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真的分析深刻之后呢，他被告知说这个战争要结束。怎么结束呢？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现在已经某种程度的是在帮忙划界了，甚至要泽伦斯基接受了，因为泽伦斯基就是拖嘛，因为拖的本身代表了他的权力、他的地位，那甚至他真的认为战争还有胜利的一刻呢？那就像蔡委员所讲的，这个战争开打的时候就知道，这种代理战争，你跟强国、核武大国去打，怎么可能会赢呢？那就算是在冷战时期的阿富汗，那也是因为整个苏联所设定的目标不一样嘛。阿富汗也是这个到现在为止都是整个受创，因此现在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就停止军援然后呢撤出援助，甚至呢这个撒手不管。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我觉得乌克兰必须要自己要做最坏的准备。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甚至是直接跟普丁去搞不好不止做那个隧道因为可以留下来他的名字，他很想做那个隧道白令海峡的。他甚至可能会就是放宽制裁了。也就是这个战争，既然我不理，不只是不理，因为我今要他划界，他不接受，那我就不理，我就恢复的正常。为什么？我这样还可以联俄制中啊。他又有个大战略出来了。那这个大战略出来的时候，这个说法、这个说辞美国的国内媒体这些政治精英，就马上能够转弯接受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战争就打不下去了。泽伦斯基跟乌克兰人真的要有所体会。好，那接下来乌克兰恐怕要做好准备了。这个中战的结果，可能结局最后还是朝向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俄罗斯提出的方向说要中战，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就是乌克兰要放弃割让这个顿涅茨克州，就是割让顿巴斯这个地区，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我们来看。那普丁他也表达了说，好，作为交换，那我们则是会让出部分的扎波罗热州跟赫尔松地区。那现在来自于美国智库说呢，为什么乌克兰迟迟都不愿意把这个顿巴斯还有这个顿涅茨克州给交出去的原因，就是它是乌克兰很重要的这个工业重心之外，它也是防线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地区。如果说真的拱手让给俄罗斯的话，他们担心是接下来俄罗斯恐怕会掌握住整个东部的战略跳板，下一步直接进逼到的地方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吕舰长怎么看？对于乌克兰来说会是致命打击吗？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关于红军城的这一个战况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因为其实红军城的下面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矿坑，那它其实它的补给以及人员平常都是在以矿坑作为它的一个依托那这个状况已经在
乌克兰不是第一次啊。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有关于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这2个地方，就是要做顿巴斯，那个顿巴斯。那顿巴斯这个本身也就是矿产最为丰富的地方，然后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矿坑的地方，都是在都是这个原因啊。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现在如果把这一个乌东整个都拱手交给了俄罗斯的话，其实对于乌克兰的下一个世代来讲，即使是仗打完了，其实一无所有。不但人口锐减，那甚至连生财的工具都没有了，最后只剩的就是耕种大批的这种小麦而已。那这个是对于乌克兰来讲是其实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那有关于刚刚提到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如果说它起飞的地点，它部署的地点在基辅的话，其实整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西部的这部分，其实也就是在欧洲这个部分，通通包含在内，包含了首都莫斯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普丁这么在意的部分啊。不过美国他有别的打算啊。那他之前呢讲大话嘛，也就是说要提供部分的战斧巡弋飞弹给这个乌克兰，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说他要使用新的载台，那我请问旧的载台为什么不用呢？这个也就是川普又在卖军火。那有没有旧的载台？有啊，之前不是一直在讲提风吗？提风不是也就是战斧加上标准6型吗？他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泽伦斯基先取得了这个战斧，接下来他就会说我要标准6型。那这个都是对于普丁来讲，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也就是当他有这些装备的时候，他不断的可以打到陆地上俄罗斯的目标，而且现在俄罗斯进行的有关于这个极音速的飞弹，也可能可以拦截。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啊，说有关于这一种新型的这种载具啊，这个其实是奥什科盛防务公司。但是旧的为什么不用呢？这是我最大的疑问。那也就是在卖军火，在赚大钱。好，谢谢吕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主题我们会特别来关心的是世宗全会即将登场，习近平接下来也做了一些动作，包括扫了军权，还有拼内循环。今天也会关注在2027年是否续任布局全面的摊开来了，中国式的霸权全面启动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来关心到的是10月20号这一天呢，就会是中共的第20届四中全会会在北京正式的登场了。这一场会议不只是一个例行的政治会议而已，被视为是接下来习近平预期会在2027年继续的续任，亲自来贯彻15+5规划的一个重要时间点。那么现在呢，最新来自于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这一次的会议会有2大的看点，不管是在这个15+5接下来的规划当中，或者是人事更迭，都是全球的这个民众还有投资人特别观察的2个重点。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四中全会不止大家关心是大陆经济内部的一个问题，更是川普现在在整场贸易战之下，再加上接下来10月底的川习会，投资人现在要测看，先解读四中全会可能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他们才能做更好的一个投资布局。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即使川普他祭出了这个关税战，还有欧美针对大陆做了制裁，但是中国大陆上半年仍交出不错的 GDP 表现，达到了大概5.4%，超过5的一个亮眼成绩。但是下半年恐怕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不管是在消费，不管是在投资，或者是外需受限等等。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如何习近平来扭转目前的局面，替2027年的连任来做铺路？杨老师怎么看？我在学校就是教国家发展
实践与理论。那我在台湾的一些经济的这些工商团体担任顾问，有的时候会和他们一起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过去几年来，疫情前、疫情后，你到了一些都市或者是这个省会的这些主导的这些都市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整个城市的规划的蓝图，那刚开始我都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像是做一个宣传一样。那隔了几年，我再去看的时候，发觉到它一步一步就往前走，而且那个 KPI 的设定都很清楚，目标都很清楚。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就是5年这个经济工作计划其实一直都是在这样推动。我就想到台湾以前在蒋经国从严家淦到蒋经国时期，1975年到1988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10年国建，还有6年国建。我们那个时候有6年的2次的6年国建。但是呢，后来就无疾而终。这次你看到，在中国大陆这次“15+5”的这个规划就很清楚，尤其是今天他自己公布了，第3季7到9月的经济成长已经确定是4.8%，其实就非常符合他的整年的规划，要接近5%。那同时这一次你看到它的整个经济的就是发展蓝图，这叫经济发展蓝图，接下来这5年。那我觉得重心会就是在科技、创新，还有经济安全。然后呢，配合的国家跟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的投资跟政策的引导。然后呢，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的，就是自立自强这个层面，因为它会放在第一个内部的需求内卷的层面，地方的发展。那同时呢，也会看在重要的几个大的项目的发展。当第3个层面，要在国际上来看，那国际现在最重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就是关税战以及科技战，现在走到资源战甚至产业战。那这个层面来看，这个“15+5”整个这个计划就更加的这个深刻。那我注意到，尤其他们现在可能要特别针对地方的家庭支出要希望能够鼓励，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家庭支出占整个 GDP 只有40%。其实是比较低的，那增加家庭支出才会增加整个经济的活络。如果以美国来比的话，美国的家庭支出占68%，但也许不一定要那么高。但是呢，经济的活络以及经济的蓝图的规划是这次“15+5”的整个大的方向。好，确实这次15除了会来关心大陆在科技上面的自主，还有内循环、内需之外，现在呢，来自于专业机构，我们来看到的是彭博资讯盘点了现在全球的基金经理人在接下来主要关注的4大题材。今天也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了，我们先来看到晶片跟机器人，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全面的自主跟创新，还有内循环。刚刚讲了嘛，消费部门能不能再次点燃内循环的引擎，来抵消这个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这2个之外，另外呢，这个彭博也特别提到说，里面基金经理人关心的是大陆反内卷的运动如何限制企业间的割喉式的竞争，以及价格战是否能够有所改善。最后是在关心在的是人民币全球化能不能透过 BRICS 和中东结盟加速的去美元化，也推动人民币现在在全球的一个国际化。所以委员怎么看这4大题材？怎么从这个4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在15的发展？就是中国经济这些都很重要 ，Bloomberg 写的很重要了，都对的。可是我觉得主轴只有一个，打赢贸易战。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单位提到说应该用内循环来取代贸易战。你有没有搞错啊？内循环的供应链跟贸易战的供应链是2码子事啊。举个例子这个刚才杨教授有提到，台湾的消费占台湾 GDP 多少？44%。是很低啊，可台湾的贸易量还是很大，因为这2个是不同供应链，不是这个取代那个，那个取代那个。我们台湾出口那么多晶片，难道我们拿来每个人发1颗吗？这不是那个问题嘛？大陆也是一样，所以打赢贸易战，如何去打赢贸易战才是当务之急啊。那内需当然很重要，可是内需我不客气讲，是中国大陆自己搞出来的花样啊。他莫名其妙当年在2020年去打压房地产，赔掉50兆。老百姓穷啦，所以他消费最近即使说那个什么，这最近的黄金假期，它的这个消费量很大很大，可是平均每一个人的消费比以前少啊？为什么？没钱啦，
那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赔了，很多房地产赔了很惨，而且买房地产当时都是中国大陆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他碰到第一次中产阶级的灾难，现在还在康复当中，就是用那个日本那个野村什么那个什么证券的那个辜朝明讲的，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因为你的资产已经赔了，你就没有能力消费或者要降低消费嘛。那中国它这个问题要解决，房地产市场起来才有救啊，不然内需无救啊。它反内卷是对的，反内卷是财务问题，根本不是商品问题。为什么？举个例子，比亚迪为什么会被检讨？因为比亚迪它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跟别人竞争，杀价竞争。可杀价竞争的资金差距来自哪里？来自上游供应商的贷款的，那个收款期限往前拉，半年拉成1年。可是问题是你上游的供应商，他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收款期限拉长了，他钱谁补啊？银行补啊。所以变成说整个都搅在一起。可是如果有些比较像小米，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因为它汽车产量小嘛，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上游供应商把它的收款期限给拉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在杀价的时候，光这个利息成本至少会杀个10%到20%。那我不晓得你这种内卷运动有什么意义呢？你是用财务力量来进行内卷，不是用品质啊，不是用完全靠这个零组件的成本降低。那有时候零组件成本降低去压缩上游，那也不是办法。我是觉得反内卷是要从什么？要从市场独占的角度，不是为反内卷而反内卷，而是说谁独占了这个市场，或者原料上下有任何独占垄断价格产生，就应该要好好的打屁股。那科技创新，从 AI 啦、晶片啦、机械都很好了哈。那人民币全球化也对啦，但是不必急，因为人民币全球化。如果要搬钱给人家，那不必啦。但是如果说付钱买铁矿砂那就 OK 哦，或者叫大家拿人民币来买黄金，这也都 OK。所以不要走错方向。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经济面哦，是四中全会上大家接下来会来特别做关注的。不过呢，在这个四中全会举行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内部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国防部在17日正式的宣布，开闸了任内这个9名的高层军官，这当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等，一共是9人。那他们的理由是涉嫌严重的职务的犯罪，包括信仰崩塌、忠诚失守，所以要把他们开除党籍等等。那吕舰长怎么看？这个是如何牵动中南海的整体的权力？经过这一番的贪腐，习近平能够牢牢的握住军权吗？其实2013年以前那个时候，就是还有非常多的陆生，在台湾就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在念我的硕士学位。那个时候我就问过他们说，我们去参军的，在大陆参军的，是不是都是家里比较贫寒的？他们开始笑我，他说恰恰好相反，都是家里要有2个的才能参军。我说这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贪腐。他说从你参军开始到你升官调单位，全部通通都要付钱。那个也就是我们讲到郭伯雄跟徐才厚的那个年代是这样。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些有关于被双开的这些将领那如果按照这个体操运动练功媒体的讲法他说这就是正好是习近平主席要失事前的状况，他有没有搞对啊？也就是实际上来讲，这一次连这个何卫东，他其实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都已经被双开的话，那谁有这个权利？那当然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那他才有这个权利去双开这些人。那而且他其实是实锤，有相当的证据的，他才会这样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来看之前的状况也就是无论是李尚福、魏凤和，甚至这一次，我很意外出现的这个王厚斌，他曾经担任过海军参谋长、副参谋长的这一位那通通都被双开。其实他们都是火箭军的。火箭军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火箭军跟别的军种有最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除了火箭本身或者是弹道飞弹本身，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们在建地下长城。地下长城的部分
都是兵工，也就是他无论是购买这些砂石啊，或者是水泥啊，他都可以接轨到外面的这一些这些厂商，然后就可以从中牟利。那你可以不拿，你不拿你就没那个官位做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我们就讲到那个一串粽子的这种状况，也就是一拉就是一串。那至于说我更意外的另外一位，也就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其实他也就是2022年环台军演以及2023年联合利剑的总导演。那这一个他其实都已经变成这么高的官位，为什么还会被清洗？那现在解放军不解释这个问题，或许是解释出来会让大家觉得更惊骇。但是我有另外一种看法，也就是说他们